朋友们，你们好！就上一期，我们介绍那个 Mac 装一些什么必备软件，就大致是从娱乐、使用、生产力3个方面讲的。这一期我们差不多也是这样来讲。OK，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 VLC 跨平台，支持的视频的格式很多，几乎都支持。然后说是最近它适配了苹果芯片。这样的话性能更好。在使用方面，我觉得是有时候比那个苹果自带的 QuickTime Player 要好。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就播放的时候，你可以按那个左右键进行快进或者后退。而 QuickTime Player 呢，好像只能是调速度，来达到这个目标，就有点麻烦。接着是这个 Ryujinx Switch 模拟器，让你可以在电脑上玩 Switch 游戏。几个月前的话就在 GitHub 上架了啊。当然也是支持 Mac 的，蓝牙接上 PS、Xbox 手柄，或者其他手柄就可以。Switch 游戏我测试了几个，一般 MacBook Pro 上温度到60度，也不会太热。接着是 Marta， 一个文件管理器，之前有介绍过，它也可以解压文件，比如 RAR 文件，苹果自带的无法解压 RAR， 它能解压，就点菜单栏这个解压即可。或者你也可以使用 pzip， 这是一款跨平台的解压软件，支持的格式很多。安装 pzip 以后，你可以再装它的菜单栏扩展，这样你就可以在 Finder 里解压。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实用性软件 Raycast Option 加 Space 可以把它窗口呼出来，输入程序名按回车即可启动程序。同时它也可以管理窗口，同样呼出程序，输入一个 left 就可以把当前程序窗口挪到左边，以及呼出程序输入 clipboard 就可以看剪切板历史，还有其他功能，比如华词翻译 AI， 这就不展开讲了。接着我们看一个菜单栏管理程序 Ice 免费开源，点击菜单上它程序带的点，就可以把它隐藏的图标显示出来。你可以打开设置，可以改变哪些图标会被隐藏。比如我们这里隐藏掉 Raycast， 这样 Raycast 就会到下方单独的菜单栏里。然后是一款管理代码片段的程序，叫做 Snippets Lab， 它可以与 GitHub Raycast 集成，可以在菜单栏这里进行搜索，点击就可以把代码片段复制。它支持多种语言，也支持 Markdown， 所以也可以记一些笔记。可以把自己常用的一些代码片段放到这里进行管理。接着我们看 Item 终端模拟器，有很多不错的功能，比如我们可用 Command 加 D 以及 Command Shift D 水平或者垂直分割窗口，其他功能不展开讲了。提一下，它现在也集成了 AI， 你可以配置 OpenAI 或者 Ollama， 借助 AI 在命令行中进行自动补全。最后我们来看一款虚拟机软件 Atom， 它是基于 QEMU 的，它可以跑 x86、ARM 等架构的虚拟机，当然还是推荐跑 ARM 架构的虚拟机，跑其他架构的比较慢。比如我们这里看看我装的 Win11 的 ARM 虚拟机，分配 8GB 内存，跑起来还是非常流畅，办公没问题。好了，今天差不多就这样，我会持续的给大家介绍一些好用的软件，感谢大家观看，有帮助还请点个关注和赞。